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今天我们来录一期关于如何彻底清理 Codex 本地对话缓存的相关视频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Codex 在本地的点 Codex 文件夹。这个文件夹每个人的用户根目录都会有，它会随着你的工作的进程而不断的增大。然后官方并没有提供删除对话的方法，所以你这个文件夹就会变得非常的臃肿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呢，就来说一下怎么对这个文件夹进行清理和对对话进行管理。然后这期视频用到了我们群友 EA 制作的一个工具，稍后我们会看。然后这边也提供一个提醒，就是说在你开始之前要把你这个点 Codex 文件夹进行备份，因为数据操作是有风险的。OK，我们先进入准备环节。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 dprt.lab00.com，然后在这里搜索 Codex， 找到本期视频对应的对话彻底删除的指南这篇文章。打开这篇文章，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视频中用到的所有资源在这个文章里都能找到。然后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是需要下载一个 GitHub 资源，是用来删除本地对话的，在 C 部分有1和2， 2是 EA 做的那个原文件，一是我在它授权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优化的版本，大家打开一就可以，这边可以复制一下链接，这个是我的，然后这下面我是 fork from EA 的这个，说明白了，然后你只需要在这里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，然后当然这边我有版本，你可以下载 1.0 这个版本，和这期视频是配套的。然后接下来回到我们这个文章 1.3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标题错了。然后如果你本地是 Python 或者 Python 3，你需要验证一下版本。在这里我输入一下，可以看到我的本地 Python 是 3.9.6。如果你没有安装 Python 的话，那么你需要去用 AR 引导你怎么来完成安装，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然后第三件大家要做的事情就特别的简单，把这个文件夹复制出来放到其他的地方，一旦在整个操作中出现了问题，把就是你用户目录下的这个操作的文件夹删除掉，把你复制出去的备份复制回来，就可以无缝的把错误修复掉，这是备份。好的，这就是准备环节的所有内容。好的，我们进入操作环节。第一件事需要做的是打开你的命令行工具，然后新建一个命令行窗口，你需要同时有2个命令行窗口。在第2号窗口上回到我们的这个文件，在这个文章里找到 1.2， 先把第一个命令复制下来，回到这边敲一下，这个命令就是进入你用户根目录下的点 Codex 这个文件夹，然后把第2个命令复制下来，在这边运行一下。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把文件夹下所有的内容的大小给你提取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内容完全的复制下来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对话，找到 1.3 对比文本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在这边打开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对比的文本。我这边用的是英文的，我把它切换成中文，把我们在这里复制的内容贴在左边。你没有看错，这是一个对比文本。我们先把操作前的文件夹状态放在这儿，然后我们稍后把操作以后的文件夹状态放在这儿，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，方便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操作造成了哪些影响。好的，现在基础状态我们已经固定好了，下面我们来执行操作。首先，你已经下载好了我们的 GitHub 的这个文件，并且已经完成了解压缩，在你本地是这么一个状态。然后你需要使用命令行 cd 进入这个文件，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敲 cd， 然后随便拖一个文件进入命令行，然后把它尾巴删除掉，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文件夹，然后下面我们的所有命令都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的文章，找到 B 环节 Codex 本地对话删除部分，先来 1.1， 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。这个命令一共有3个，默认是上面这个，下面2个是加参数的。如果想知道参数是什么，看 README 里面有，默认用第一个命令就可以，把它复制下来。回到我们进入这个项目的这个文件夹，还记得吗？就是这个下载好的仓库的文件夹，在这里直接贴 1.1 这个命令，它就会把你本地所有的 Codex 对话列举出来。我们
从头来看，这是我们刚贴的命令，这是它表示你 Codex 的本地文件夹，然后这是你的本地对话数，这个是按照时间来分的。那也就是说3月1日我有1条对话，4月2日我有3条对话，然后它每个对话会有一个 ID， 然后会有一个 title。然后像这个对话它比较特殊，它的 title 是一个 worker 的名字，所以看得不清楚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使用这边像类似 for title 这种形式来把所有的 title 显示出来。但是默认的话，我们用这种形式可以看个大概，遇到这种特例的时候在后面加参数，这就是一个查询的过程。我们现在有了所有的对话，现在我们把这个给它删除掉，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ID， 我们把这个 ID 复制下来，然后回到这边有一个 1.2 和 1.3， 1.2 是删除预览，就是说它不做真正的删除，但是会告诉你删除要做哪些事。然后 1.3 是删除，所以我们先用 1.2 来做删除预览，把这句话复制下来，然后我们开一个文本工具，把它粘贴进来，然后回到命令行，把你要删除的这个 session ID 这个复制下来，放到这里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命令。拼装好了以后，我们回到命令行，到最下方把这个往上拖一点，把这个粘进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本地是那个 Python 3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它会给出一个报告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行命令，然后这个叫删除预览，然后这个筛选啊这些信息在这儿，然后它对应的关联文件 SQLite 是这个文件，然后有一个要删除 ，logs 是没有匹配，然后 rollout 是1，然后是 session index 是1，就这些东西它会删除，但它目前并不会做删除，只是告诉你要删除哪一些。如果要删除的话，那么就回来复制 1.3， 1.3 也是有多个文件、多个命令，默认用第一个就好，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有特殊情况的场景，具体看 readme 就好。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，回到我们的文本，然后一样把这里改成 Python 3。如果你是 Python， 你就用 Python； 如果你本地装的是 Python 3，你就用 Python 3。然后把这个也给它复制下来，然后把它粘贴进来，然后整个命令复制下来。回到这里，我们把它贴进来。好的，它就告诉我们 done， 然后它删除了哪些东西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和刚刚预览的是一样的，其实，然后关键是在这里，它对 SQLite 进行了一些重置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删除报告，是删除的内容是什么？这就是删除对话。如果你要删除更多的对话，你就复制不同的 ID 去做删除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删除以后的情况，在这边就没有第一个那个信息了，就是在这儿就变成了4月2日的3条信息。然后我们原始的是有一个3月31日和4月2日，所以这个就完成了彻底删除。这就是对话删除的部分。然后关于对话删除还有一个用法，我写在文档里了，其实就很简单，你可以用我用 EA 来给大家做说明吧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用 scale 的方法，就是告诉他把4月1日之前的对话全部删掉，然后在 Codex 里它就会调用 Python 来完成这些操作。只不过差别是这个是让 AR 自己来做，有不确定性，然后我给大家讲的基础的用法是用 Python 命令来做。我觉得用 Python 命令来做指定性更强，能做到100%的删除，所以我视频里录的是这个。如果你嫌麻烦，可以直接按照 EI 给的 demo 这样用对话的方式让它调用 Codex 的 Scales 就行了。然后关于 Scales 这个项目，它这么多内容，就是去除了 Git 以外，就是完整的 Scales 的内容，你把它放到一个 Scales 的文件夹里就可以直接调用了。如果不知道 Scales 怎么用，可以看我们在这里发的 Codex Scales 新手入门和进阶相关视频。OK， 现在我们完成了对话的删除，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很遗憾，对话删除以后，我们的整个清理计划并没有完全完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这个命令。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对比工具吗？我们把它复制过来，进行对比，把这个贴过来。你可以看到它缩小了一些，但它没有很缩小。
像这个有一个 log2，这个它是非常大的，没有做缩减，它只是把这里的对话和这里的一些 session 进行了一些缩小，其实并没有达到我们完全缩减的一个目的，因为这个 logs 会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下面来解决 logs 的问题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logs 里面都是什么。这是这个 logs 点 SQLite 对吧？我们用相关的工具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2张表，一个是这张表，一个是这张表，我们分别打开看一下。这第一张表其实就是一个 type 或者一些前置的内容，然后这是第二张表，第二张表这边看到已经显示了1000条是 page 1，那它一共有多少呢？一共有18页，然后最后一页是692，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很简单 ，debug、trace 和还有一个 info， 我找一下啊，在这儿 info， 它大概的内容就是一些运行时的一些状态，所以说这个信息是可以直接删除的，我说明白了吗？但是我们有备份，好，然后你需要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。首先，我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在 Codex 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如果你不关闭的话，这些操作会有一些问题。直接把这个文件删除掉，然后你需要做的是打开 Codex 程序，用 Codex 程序初始化的方式来重建这个文件。好的，说完了对吧？那我们来打开 VS Code。打开了这个 VS Code， 然后仔细看这边，它回来了，但是它的大小只有41 KB， 其他的都不受影响。我来打开一个我们之前的对话，这就是我昨天对这个对话删除的这个 Python 工具进行优化的这个对话。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慢，但是内容是完整都存在的，包括这些 message 都是存在的。然后之前删除的这些对话在这里也都有，就是你删除了的就是删除的，没删除的也在这里，可以直接的快速的去做切换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你第二次打开的时候，它就等于完全恢复了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这就是删除SQL log 这个 DB 文件的一个方式。现在我们关闭 Codex。然后这时候回到我们的命令行，我们需要再次提取这个文件夹的这个状态，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回到我们的对比工具，把它粘进去。它有很多改变，包括像这2个SQL运行时的文件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这个文件，现在是63万，之前是1700万。就是说我们成功的在这一步对 log 这个 DB 文件进行了瘦身，像这个 session 这些都是使用我们的那个 Python 那个脚本进行了对话删除，这样就完成了对整个 Codex 文件夹下重要的2个数据库文件的清理，这个是对对话，这个是对 log。然后这边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，就是 Codex 在官方没有出完整的清理之前，我的操作习惯是什么呢？我每1到2个月会把 Codex 文件夹做一次彻底的清理，就是说我的项目完全结束，上下文都不要的情况下，我会直接把这个 Codex 文件夹复制出去，加上一个标号，标号就是我哪一天把它归档的，然后这边就留一个空的 Codex 文件夹，把这个 author 和config 这2个文件复制回来，然后重新打开 Codex 的这个项目，它就会完成一个初始化，那你就得到了一个崭新的 Codex 运行状态。这种仅针对像我这样有洁癖的人，我跟大家分享这种彻底的这种方式。OK， 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感谢 EA 提供了这么好用的一个工具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这个工具其实符合我们对这个工具的一般的认知。首先它足够简单，简单到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，你就可以去使用它。简单到你只需要使用这样的命令，它可以自动完成所有的工作。然后它也足够精准，只要你指定了对话，它就可以根据 session 进行完整的删除。这符合我们对这类工具的要求，简单、易用、精准。
然后我们也分享了如何对 log 文件进行一个彻底的清理，因为当你长时间运行的话 log 文件真的会很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文件夹里，可能它已经大到超过你的想象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 Codex 本地对话彻底清理指南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组，并且分享自己的经验技巧和工具。欢迎大家踊跃投稿，我是 DP，谢谢。